有人说，大明基业摧毁与一人脱不了干系，此人凭着一张嘴，让大明王朝走向了万劫不复的道路。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明朝末年，无论是辽东还是豫陕，皆是多事之秋。短短几十年时间，大明朝经历了阉党作乱、农民起义、朝政混乱、官员贪污以及清军入关的种种祸事。而从万历帝到崇祯，4任皇帝无一能解决明朝的危机。时至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已发展到新的高度，却没有人能遏制住它。阁臣换了一个又一个，军队派了一批又一批，最终皆是无功而返。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最终找到了一个人，杨嗣昌。万历38年，杨嗣昌考取进士，就此步入大明官场。杨嗣昌此人虽然大有争议，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早在万历年间，曾任户部福建司主事的他，就因一封奏书声名鹊起。在这封名为《博承天贝监参提佃户稿》的文件中，他激情批驳官员欺压佃户、大肆敛财，导致民不聊生的行径，要求勘问腐败官员。书中慷慨激昂，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从日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不过是一场表演罢了。用黄仁宇老先生的话，就是沽名钓誉，善君卖直。不过杨嗣昌的会说还是给朝中大佬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为他之后受到重用埋下了铺垫。但那个时候，魏忠贤等宦官专权，和朝廷之中的东林党人矛盾愈发尖锐，在官场上混，处境十分艰难，很容易便得罪其中一方。杨嗣昌是一个机智圆滑的人，为了躲避政治斗争，他直接急流勇退，和父亲一起回乡隐居，并且和好友一起将曾经在户部参与的一些财政管理的经历编撰成《地宫集》。那年崇祯皇帝还没有成为明朝的主人，他便已经看过《地宫集》这一本书，而且心里十分欣赏杨嗣昌的才能。等他继位之后，便火速处理掉了宦官，并且启用了杨嗣昌。从此杨嗣昌便再次进入朝堂，凭借着好口才，劝说别人满分技巧，编得栩栩如生的自身经历，加上懂得在险境蛰伏，他不受到重用，谁又会被重用呢？然而凡事都得看两面，好口才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个惯会说话哄人开心的人，自身通常不会有太强的主见和立场。这样一个平日里巧舌如簧、左右逢源的人，常常企图讨好两边，然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骑墙派的下场通常是两头都得罪，他的墙头草行为就被东林党人记恨上了。这时恰逢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出事，这事说起来也与东林党人脱不开关系。早年间，杨鹤得罪了魏忠贤被罢官，崇祯继位后，重点提拔了一批被魏忠贤迫害过的官员，其中就有杨鹤。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献策，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这话绝对不错，却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定把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便推举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把一个负责监察大权的高官调到陕西去平定流寇，显然用非其才。杨鹤也有自知之明，声称自己没有勘定祸乱之才，向皇上推辞。但是崇祯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副重担，不同意他推辞。杨鹤无奈，只能走马上任。抵达陕西不久，又不幸遇到几次之变。崇祯2年，清军越过长城，逼近北京，陕西三边的驻军奉命勤王，保卫北京，因此杨鹤手中几乎不剩一个兵，成了一个光杆总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鹤别无选择，只能是主辅不主剿，招安那些造反的武装分子。后来杨鹤招抚失败，朝廷大为震怒。激进主战的鹰派说都是你们鸽派误国，原先主张招安的鸽派也看风使舵，谴责杨鹤。就在父亲杨鹤下狱的同一时间，东林党人便对杨嗣昌落井下石，上书告状，声称杨嗣昌下属犯事，想把杨嗣昌也一并搞下来。情急之下，杨嗣昌在自救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父亲。杨嗣昌上书，用十分精彩的文辞表达了请求辞职、代父受罪的意思。崇祯皇帝可能被这种父子之情感动，也可能是十分欣赏他的才能，
就直接免去了他父亲的死罪，还十分温柔地鼓励他，让他好好做事。不过杨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被发配去江西袁州充军。崇祯8年10月，杨鹤死于袁州戍所。家人把噩耗奔报在长城边防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后，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原本受父亲的牵连，杨嗣昌的仕途黯淡起来。本以为未来无望的他，却在正确的时间里进入了错误的岗位。崇祯9年，农民起义的局势已经不同往日。由于其父亲杨鹤的招抚政策失败，以及明军的残暴、苛捐杂税的沉重，越来越多饥饿的民众投身起义中。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这时想到了被闲置的杨嗣昌，把他招到面前询问对策。此时杨嗣昌说的头头是道，还提出了许多良策。但是崇祯皇帝只看到表面，没注意到杨嗣昌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人。杨嗣昌结合当时的局势，规划了3点大致内容：第一是攘外必先安内，第二是足食然后足兵，第三是保民方能荡寇。为了这3条建议，他提出了修城、募兵、练兵等措施，而这些措施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开销太大，风雨飘摇之中的明朝根本负担不起，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愿意出钱的。于是杨嗣昌只能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馊主意：税务均书。所谓均书，就是一个加税的名目。《明记北略》记载，明朝苦于拿不出饷银，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加税2万两，再苦一苦百姓。这一举动等于是杀鸡取卵。数据显示，到崇祯4年的时候，军队所用花费达到1000多万两，再到崇祯12年，加派的财物已高达2000余万。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朝政府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的全部赋税收入。因为杨嗣昌的一句话，明朝的赋税愈发严重，百姓生活也难以维持。杨嗣昌凭借着一张嘴，就让民脂民膏尽为朝廷收割，他的所作所为只会让农民起义军越打越多。但是明廷并不在意，崇祯在满心欢喜中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的前任兵部尚书是一个木讷的人，用俗话说就是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可杨嗣昌不同，这人在复杂的局势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又是科举出身，每次皇帝召见他，他都能对答如流，引经据典，颇具趣味。也就是因此，崇祯皇帝常常感叹与他相见恨晚。杨嗣昌曾在《靖臣安内第一要务书》说：“外敌可暂缓，内乱必须平。”也就是明朝版的攘外必先安内。于是他画了一幅幻灯片，陈述十面之网这个项目概念，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4个地区为4正，以剿为主，因为农民军经常在此地流窜，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6个省份为6余，任务为10分防而10协剿。十面之网建成后，他自大地认为这些起义的农民军如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可是这10面之网犹如千里长堤，一旦有一处破口，则满盘皆输。且不说当年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专心攻击一处，便让4路攻势崩溃。如今杨嗣昌提出的政策，让包围网内外都充斥着潜在叛贼，农民起义军只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虽然大网已经张起，但是执网人却没被好好筛选过。杨嗣昌由于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学会了许多溜须拍马和察言观色的手段，而这些官场生存之道对国家而言却是取死之道。当初杨嗣昌提出10面之网时，突然任用熊文灿为总负责人，令后世十分不解。其实他会任用熊文灿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崇祯喜欢熊文灿。起初熊文灿只是总督两广军务，后因朝廷派人找他，他在酒席之间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声称有计平乱。可朝廷派来的太监并不知道这些都是酒后狂语，被崇祯得知后，立刻想让他上任。杨嗣昌见势想奉承崇祯，便说熊文灿可以成大事，唯独大明最后的传奇将领孙传庭有异议。结果崇祯皇帝没有接受孙传庭的谏言，而杨嗣昌不依不饶，跑到皇帝那儿胡搅蛮缠，
指责孙传庭阻碍陕西军务，吓得孙传庭只能上书申辩。杨嗣昌从此就记恨上了孙传庭。崇祯11年时，孙传庭将李自成大军打得只剩18骑。孙传庭上报战况时，杨嗣昌故意不奏孙传庭的功劳。崇祯12年，杨嗣昌委任洪承畴蓟辽总督，孙传庭所统秦兵则留守蓟辽。孙传庭表示反对，杨嗣昌却不予理会，致使孙传庭忧郁而耳聋。同年，孙传庭被调去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上书请见皇帝，但被杨嗣昌阻挠。内心恼火的孙传庭打算称疾还乡，却被杨嗣昌污蔑是诈病逃责。此番话语让崇祯帝对孙传庭勃然大怒，把他贬为平民，并关入大牢。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杨嗣昌，除了排挤忠良外，还由于祸从口出，导致自己丧失了兵权。崇祯10年，左良玉于舒城陆安大破起义军，连战3捷。虽是喜事，可左良玉却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不听令。张国维和杨嗣昌都曾命令他进军支援围剿，可他都以事务繁忙搪塞，最后却因为没有执行杨嗣昌的命令打了胜仗。左良玉于是决定不再听从杨嗣昌。对此不满的杨嗣昌想惩治左良玉，他暗中找贺人龙谈话，企图用贺人龙压制左良玉。这本是给各地部队下马威的好机会，结果左良玉在玛瑙山又打败了张献忠。杨嗣昌心虚，害怕得罪左良玉，便出尔反尔，结果就是贺人龙因此样样不乐。得知此事的左良玉也因此怀恨在心，手下将领不听话了，那些农民起义军也更难打了。随着八大王提出以走制敌、避实击虚的战略，起义军不再与杨嗣昌兜圈子，而是决定跳出这张看似紧密的网。为解决燃眉之急，杨嗣昌再次展现3寸不烂之舌，说服朝廷继续加税，加缴饷300万两，又加练饷730余万两，合派每年加2300万。一开口就要2300万，看似容易筹集，可终究是薅百姓的羊毛。但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仍然被采纳，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怨四起，起义军越来越多。虽然崇祯13年，左良玉曾在玛瑙山之战中击败张献忠，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回光返照。崇祯14年正月初4日，张献忠攻克通江县，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一面连续9次袭调左良玉前去堵截，但两方面皆无效果。随着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克襄阳，杀死襄王，杨嗣昌内心已然成灰。接连的噩耗让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法用3寸不烂之舌把问题解决。最终，崇祯14年3月初1日，杨嗣昌死于湖北。他的死一直存在疑点，《明记北略》和《随寇纪略》都记载他是自缢，但他的儿子却表示父亲是病死。无论病死还是自杀，他都在内心困苦中离开人世。不得不承认，杨嗣昌是个清官，他一生清廉，从未贪污。在宦官和东林党的争斗中，他也不拉帮结派，只是做个纯臣。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崇祯皇帝的喜爱。同时，他也凭借一副好口才得到皇帝的重用。他唯一的错误，也是最重大的错误，就是过于天真，和崇祯皇帝一样，完全看不到百姓的疾苦，只顾高高在上指点江山，而缺乏实地调研。明明怀着一副赤诚之心，为国家为人民，最后却得到骂名。如果他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务实一点点，看到这背后更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线索，也许明朝灭亡的进程也许会变得缓慢一点。所以为人臣子乃至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不是一副夺得人心的好口才，而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